在一起1年多了，现在他的心里只有工作，总是忽视我。他太粘人了，我工作忙，他总是不体谅我。他总是把他的生活方式强加给我，从不考虑我的感受。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他继续了。我是为了他好，他为什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小贺23岁，来自湖南，旅游销售，有请小贺。小欢20岁，来自湖南，学生，有请小欢。欢迎两位哈。女生嫌男生太忙是吧？是的。啊，怎么认识的呀？旅游认识的。旅游认识的？对。这能稍微详细的说点过程吗？就是他是做旅游营销的，然后有一次他组了一个团，我就报了他的团，然后就跟他聊天，聊天之后玩了几次就跟他在一起了。哦，这个旅游营销是干嘛呀？就相当于是旅行社一样的，就是组织一些大学生去旅游，相当于我是那个属于招募这一批人的那个人。哦，是跟旅行社合作还是自己带团？是跟旅行社合作。对，在招募这个大学生团友的过程当中认识了女生，两个人好了。谈了多久了？谈了1年多了。看小片是嫌你工作好像很辛苦，忽视了人家，是这意思吗？他觉得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工作是真的在工作，并不是说是有意去忽视他。怎么就觉得被忽视了呢？主持人，我跟你讲吧，就从假期开始说起，只要一到放假，我根本就找不到他的人了。一天从早上跟他发信息发到晚上，中午吧，好不容易等到他的一条信息，就是我起来了，我要工作了。下午就一直没有联系，就晚上10点多他就给我发信息，他说早点休息。我10点多我休息个什么呀？然后反正就一天到晚就接不到人，打电话基本上就是我在工作，忙完了再找你，就没有这个男朋友一样的了。假男友哈？怎么叫没有我这个男朋友呢？那我信息的时候我也回复你了呀。那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跟你讲了？那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也，甚至我吃什么菜我是不是每天都跟你讲？那晚上睡觉我也跟你说了晚安呀。那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久了就应该给对方多一点空间呀。但是你跟我回了信息，你跟我回的是什么呀？我问你的问题你回过吗？全部都是你吃了什么菜呀？你要睡觉了呀？你要工作了？我问的你问题你回了几个？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就是我们2个人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就是没有必要回这么多的信息，而且假期嘛，2个人每天的事情都已经差不多了，就是都是同样的事情，我觉得没有什么要好讲的呀。你只要知道我在不就行了吗？你在你哪里在的呀？主持人，我跟你讲他多过分。就是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，我家在打雷，然后我一个人在家，我很害怕，我就跟他发信息，我说你可以陪我聊一会儿天吗？我有点害怕外面在打雷。他很快就回了一个我在呢。然后我当时很高兴，我就接着跟他发信息，我说你陪我聊天，分散一下我的注意力。然后我等了大半个小时，也没见他在啊，然后他就一直没有给我回信息，我就跟他打电话，他说他在工作，忙完再给我打电话。好，我就等着他忙完，结果发现等到12点，等了1个多小时，我也不见他忙完。我真的是，我感觉就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在。他说他在，他在哪呀？你回复我一下，那会儿你还害怕打雷吗？我也不害怕了，但是我就是它的功能就完成了。我就是对他这个行为表示很愤怒嘛。理解，就是女生总是觉得这个时候是我最需要你的，是吧？是的。男生是在忙活，是吧？是他当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不是已经接了吗？我接了，我告诉他我在做什么呀？我是不是说了我当时我在做数据表？因为那个表是实时更新的，如果我今天不做的话，明天就无法赶上了。这个反正我们要找理由，生活里面有太多的理由嘛，就是不想跟一个人说话的理由有千万。对呀，这个理解。但是我当时是真的在忙，我知道，理解，就是我跟他打个电话，他就没时间跟我说几句话吗？我想问的是哈，刚才因为你跟我说的是在暑假的时候是这样的，非暑假期间也这样吗？反正也好不到哪去。我觉得你反正还是不够体谅我，我觉得你像小孩子一样的太黏我了。怎么个黏你的方式啊？就是我都说了我在工作，他硬是说要那个时候他来找我，硬是要那个时候我给他打电话，没有给他打的话，他就觉得我忽视他，就是不理他。反正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谈恋爱之后，我就觉得跟这个想象的有很大的差别。是你想象的可能天天腻在一起，对吧？但是他也不是腻在一起，但是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至少在啊。他不在，他忙了，受不了是吧？除了这个还有什么让您受不了的呢？
他特别喜欢管着我。管着你？对。哦。他就感觉他舍不得跟我花钱的那种感觉，他就带我去逛公园、压马路啊，那时候也挺开心的，带着我吃路边摊什么的。谈恋爱就是逛公园、压马路吗？还干嘛呀？就是我想他带我去看电影，他就说忙啊，然后说那电影不好看呀，我就觉得他凡是花钱的地方都不会带我去。什么叫凡是花钱的地方我都不带你去呢？那我出去我带你是不是坐车什么的？坐车什么要不要钱？吃饭什么要不要钱？但主持人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出去他吃东西，他硬是说要去那种大馆子，假设他想吃意面，那2个人吃下来也100多块钱。而且我当时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说过我家里条件并不是非常好？就是我白天就做旅游销售这一块，然后我到了晚上我就那个直播的话是最火的时候。那我晚上我也忙到晚上，相当于我一天还做直播呀你？对，我是做幕后的。对，幕后的。哦，幕后的。对，所以我一天自己要打2份工。我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家里有一个11岁妹妹，所以说我每个月还要往家里面寄那么1-2千块钱，因为我觉得我妹妹现在还要读书，开销也很大，所以我自己剩下的钱，其实在约会这一块，我其实也没有留多少钱了。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说到这个直播，我更愤怒了。我说他没有时间陪我，对吧？我就陪他去工作，然后我就省时间。我说你直播间在哪里？怎么直？我想看你直播，结果发现他不告诉我。他说你来干什么？我就觉得他直播可以给所有人看，但是他的。他不刚才说他是做幕后的吗？对。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想去了解这个东西，他就不带我去了解，而且他做幕后也会去接触到一些异性啊，然后我就很不放心，我就觉得越想越有鬼。我不是不带他了解，就主持人我是觉得没有必要，我都说了我是做幕后这一块的，我只是说他们的一些管理是我在做，但我并没有很直接的去接触这一些主播之类的，就是他觉得我好像就是硬是有什么猫腻一样的。明白了，就是他还是不了解你吧？对，男生其实说到了嘛，就是我确实经济不宽裕，你可能跟我这样一个男人谈恋爱，我们可能就不能像别人那样。他说我每一次都想去那些大馆子啊、游乐园什么玩，我也没有每一次啊，因为我跟他在一起1年多了，一次也没有出去，我肯定一直在跟他提要求啊。他就说我一直，我哪里一直了呀？您指的这个一次都没有出去过是指什么呀？就是他说的那些去什么游乐园啊、什么下馆子啊，每次都是带我游公园、逛马路的，我受得了吗？我这个年纪我也有其他的需求啊。而且有一次他特别过分，就是我跟我的室友已经商量好了，我们室友带着她的男朋友，然后我带着我的男朋友一起去游乐园。当时我们都路线什么行程都规划好了，我就跟他说，他当时就拒绝了，我就搞不懂了。我在我室友面前我都说好了，而且明天是星期六，怎么就不能陪我去了？我不要面子的吗？其实当时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主持人他是周6要去这个游乐园，那他周5晚上通知的我刚好周6有工作，我都跟他说了，我说我第2天有工作，他硬是还是要拉着我去，而且我觉得我不去的话，那他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吧？也有点浪费时间，是不是？别人都是一对一对的，他就一个人跑过去，所以说我就让他待在学校里面也没有关系嘛。可是他硬是觉得我没有去，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。那他肯定会觉得没面子啊。可是我当时也跟他说了情况嘛，因为他是周5晚上才通知我的嘛。所以他的重点不在这儿嘛。他老是限制我，我自己想去他还不让我去。行，你除了这个他还限制你什么，姑娘？我跟他在一起，他就一直叫我省钱赚钱，然后我就去卷个头发，我没有经过他商量，也是跟我的室友我临时决定的。我卷了个头发之后，我就觉得我这个头发还可以，然后我就说想着跟他发一个照片，结果发现我发完照片之后，他就很快的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我以为他是赞美我，想要赞美我，我当时可开心了。结果发现他一上来就给我上了一堂思想教育课，说这个头发卷得不该呀，怎么的。我花我自己钱卷我头发怎么了？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你看他这个卷发完，我总觉得对这个发质不好，我就跟他讲嘛，我不是说不准他卷，我就是跟他说这个事实嘛。我说你卷发，你对你这头发发质又不好，起码你去烫个发，你也得花个什么几百块钱嘛。我说你省下来。吃点什么其他东西不好吗？而且我觉得我妈的话，她也就平常用一些就是那种大宝，她也就10几块钱，对吧？擦脸也挺好的。就是我觉得我妈不是你妈吗？你这不是找妈，你是恋爱，但是我觉得我妈身上那种品质，我觉得这个你就过了，这个你稍微过了点啊。我就搞不懂了，他为什么要拿我跟他妈对比我现在才这个年纪，我真是属于爱美的年纪，我打扮一下我自己怎么了？他还要硬是让我拿着他跟他妈对比，我现在就要过成30、40岁那种女人的生活吗？一天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吗？我只是觉得我妈那种身上那种勤俭节约的品质，我觉得你可以学一下，不是坏事。你妈勤俭节约，我不管，我尊重她，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，我用自己的钱去打扮一下我自己，你还把这事情给唠叨了1周。1周。好，这是不让你干，让你干什么事儿呢？他让我做的，我真的不愿意做，就是他
还是他想改造我。我跟他在一起的第1个星期开始，他就让我赚钱，让我工作。他有一次，他莫名其妙，他就跟我找了一份接旨。我当时拿到那份接旨，那个老板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想着给他一点面子吧，我就去做。然后干啥呀？就是在学校门口发了2天的传单，他一定就是2天。我当时真的是发的腰酸背痛的，而且给了多少钱？160。赚了这160块钱，我就想着他从来都不跟我去逛商场，然后我那次拿到了钱，我就硬拉着他去逛商场。然后逛商场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了一件情侣装。我跟他在一起1年多了，我也没有买过什么情侣装。我就觉得别的情侣都可以穿情侣装，我也想穿。而且他真的，他一个季节也就那么2套衣服、几套衣服的在那里换来换去，我真的觉得有必要跟他买一些衣服了。但是我就觉得他肯定不会让我买。趁他去厕所的时候，我就把那个情侣装给买下来了。然后你知道吗？他多过分！他出厕所看到我手里面提的情侣装，他就直接把我拉过去，把那个情侣装要我退了。我当时多尴尬呀！我刚刚付完钱，他就让我退，而且我是花我自己的钱拿跟他买的情侣装，我怎么就做的不对了呀？这是为什么？这个的话是这样子，就是他跟我在一起之后，他其实我觉得他1年到头他不知道买了多少衣服，我1天换1件，我觉得都可以，真的没有说夸张，就是他衣服的确挺多的。不是，那是他的生活方式嘛。然后我的话，我觉得我自己的衣服也够穿，就是1个季度那么几件衣服，然后勤换洗的话，我觉得就已经够了。他去买那个情侣装，我觉得他是没有必要花的钱。不是，人家就想跟你穿个情侣衫。他觉得我们一定要穿那个情侣装，觉得我们才像情侣，但是我觉得我们2个人心里知道就行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让别人看到呢？就是我觉得没必要。不，他希望啊。就是我觉得那个钱就没有必要花。不是，你是跟谁谈恋爱呢？我是跟他谈的，对。那他的感受你一点都不顾及，你不是跟自己谈得了吗，小伙子？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想把他思想强加到我的身上。我衣服是多，但是我没有情侣装。我们是情侣，我想穿一件情侣装，怎么啦？我觉得你有时候太注重形式了，太注重别人的看法了吧？好，听明白了，这小伙子过得比较节俭。我觉得节俭是个好事儿，是个好事，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有过度了嘛。就比如说，我觉得男孩子应该都喜欢球鞋嘛，所以在过节日的时候，我就送了他一双球鞋。我觉得情侣应该互相送礼物嘛。他不送我礼物就算了，我可以理解，但是我送给他一个球鞋，他当时还不收下，我就知道他不收下。我当时买了那个球鞋，我就把那个小票给扔了，他要我退了，我说小票已经扔了，退不了了。他就很不领情的收下，但是那双球鞋直到现在我也没看到他穿过。主持人是这样子，就是当时我前面也说了，就是我家庭并不是很好，就是说我从小从来没有穿过那么好的鞋子。他当时给我买那双鞋，其实我当时有一点点感动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鞋子没有必要买那么贵，1000多块钱，你买一双这样的鞋干嘛？而且我回去试那双鞋的时候，我穿着感觉有点烫脚，感觉我路都不会走。就是我确实不习惯，对。然后你这么给我，我怎么回报你？对，是有这感受是吧？是，理解。但是我都送给他了，他应该也尊重我，至少也得穿一下。他穿出来我肯定开心啊。你的这么多苦，我们都理解，都听得很清楚。这烫脚了，鞋也没穿，还有别的更委屈的吗？仅此而还有啊？还有好委屈的。说最委屈的吧。就是我跟他在一起1年多了，我也跟他过了一个生日，那是我跟他在一起过的第1个生日。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大半年了吧，我就一直没有跟他出去吃过火锅。生日的时候我就想跟他出去吃个火锅。这个要求不过分。对，我也觉得不过分，主持人。开始他就拒绝了我，后来我软磨硬泡，泡着他，终于去吃了那个火锅。结果发现也没有吃成。为啥？我们就当时就去海底捞排队嘛，都已经排了1个多小时了。就突然他2个同学走过来，就问他说：“带你女朋友过来吃火锅呀？”我看他当时就慌了，他说没有，就拉着我直接，对，他就拉着我直接走出了海底捞。我就想不通了，2个男孩子跟他打一个招呼，2个女孩子我说不定还想得通，2个男孩子他就直接把我拉出了海底捞，那顿火锅也没有吃成。这是为啥？就是当时就是我同学喊我的时候，他说你带女朋友过来吃东西啊，我当时心里面就想到，就是我刚才说了，就是我家里有个11岁的妹妹嘛，就是我爸妈就是1年到头，就是就算我以前他也从来没有带我妹妹就出去吃过这样的海底捞，而且我觉得海底捞的确也是不便宜嘛。我一想到家里就是我妹妹也没有从来吃过这种东西，我心里就很不舒服，很过意不去。就是我当时就拉着她我就走了，我不是说过生日我真的舍不得那一顿火锅，就是我当时觉得心里不舒服。那你是不是有点太在乎你自己的感受了？我有时候是有一点，但是我觉得他有时候也没有。可是你如何要求他能理解你的？我们这些人能理解你，你如何要求这么年轻一个姑娘20岁对吧？你怎么要求她能理解这种东西呢？我觉得她理解不了。我跟博宏老师能理解对吧？我也不理解。你都不理解啊？对。你过苦日子还不理解啊？苦过。
但是这是个孩子啊，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啊，他而且是自己的。对呀，所以我就觉得你太在意自己了，你从来没考虑过他是吧？我总觉得应该提前做一些准备，毕业之后我觉得有很多地方还需要用得上，所以我从大一刚进来我就开始自己坚持。理解。但是你现在是2个人喽，你谈恋爱喽？我觉得现在2个人可以简单一点，我觉得。不是，你意识到你在谈恋爱了吗？应该在谈。你意识到你在谈恋爱了吗？跟我想的恋爱完全不相同。其实你的方式都没错啊，这个一季几套衣服，我觉得也没毛病。现在不提倡断舍离吗？简单一些，生活没有必要过得那么复杂。你没有找一个就是特别认同你的女生吗？没有，我之前读大学的话，也没有去谈恋爱。可能他觉得我有些方面做得不好嘛，可是我觉得恋爱就是这样谈的。所以2个人都在想象，一个想象恋爱就是这样的，一个想象恋爱压根儿不是这样的。然后他们俩还能在一起1年，我觉得是挺奇迹的。这个奇迹的创造者，我觉得是这姑娘，她自己完成了一个奇迹。因为我觉得她本身姐姐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但是她的思想强加到我的身上，我就有点受不了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里常别扭的一些感受，叫什么呢？对方做的绝对正确，关键都是对的，但是你就发现这个对的背后少了人情了。到底怎么样？你听老师们怎么评价，看看他们给你们支什么招啊？我就给你一个建议，你别动不动老师说什么的时候你说我们家打小经济条件就不好，我还有一个上学的妹妹嘛。那你要听博红老师的经历，比你惨多了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真的比你惨多了，这个确实是我的人生的经历，也是一笔财富。你们看这一个女生，她的要求并不高，她的方式并不过分，在我眼里，这真是一个好女生，挺棒的。因为确实男生不容易，你自立坚强，甚至有责任担当、孝顺等等，这一点是你的优点。我勤工俭学，我养家，我养我妹妹，这一点他从来没指责你，认为这是优点。而且勤俭节约也是一种美德。如果说完全你自己，你在勤俭节约当中对自己有这样一种要求，无话可说。但是你不能把自己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翻版给别人，强加给别人，强行要求别人也这么做，哪怕这个人是你的女友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花季少女去烫一个头发又怎么了？你要拉得这么高，拔得这么高去指责她，不要说她，我这次来爱情保卫战，我也去撅了个头，我以前从来没撅过，我突然发现撅了头以后我很自信了，我真的因为我这个头发很硬，以前是有问题的。你的钱不是都是嫂子管，你哪来的钱焗油啊？他大力支持，他说你精神很多啊，我自信很多啊。这个女孩子撅了个头，你一盆凉水把她这个撅好的头全部冲了。另外你看这个女孩真是个好女孩，她花自己的钱买一套情侣装，又被你指责。她给你买一双球鞋，这是她自己攒下来的生活费，你又指责，指责到最后没法退了，你居然不穿抗议。确实你也讲你不容易，现在要工作，同时呢又有女友有爱情，但是生活当中工作和爱情它是可以兼顾的。爱情并不是距离产生美，而是距离产生美，没有的美。你不要认为我是因为在忙工作，你应该无条件的支持我。他找不到你的人，他担心你。我们不能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否则的话，哪怕你的出发点再好，行为再对，也是自私的。去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，好不好啊？谢谢波红兄啊！来，莎娜老师。对于你们这种关系，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4个字：求同存异。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。有一个男生，他要养活2个弟弟1个妹妹，全家全靠他。然后呢，这个女生呢是一个家庭条件还不错的，2个人谈恋爱。他们2个人最大的一个争执点是在于从学校回到家坐什么交通工具。
女生一直都是坐飞机的。跟男生交往之后呢，男生一番劝服，然后一番说教，女生觉得啊好，我也坐火车。但是就有那么一次，火车票抢不到了，然后女生的父母就要求必须要坐飞机赶回来，女生就坐飞机了。至此之后，男生就开始3天5天的开始对女生进行说教，最后已经上升到对人格的侮辱，就说你坐飞机就是不要脸，这就是什么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他。孟子说过，人之患在好为师。你在这段感情当中有问题的地方就在于，你总把自己放在一个老师的位置上，你总觉得自己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然后再教他怎么样节俭，教他要打工。但其实你真正应该做的是放下评判，重点在意他的感受。恋爱就要感受爱呀，爱是什么？爱不就是在意对方的感受吗？他哭了我也哭，他笑了我也笑。所以我觉得你完全是一直把自己包裹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，不愿意出来，所有的事情全部要带入。我们大家都理解你，但是你不能把我们这种理解当成一种工具，这话可能有点重。那好，我们不谈物质，就说陪伴这件事情。他要的是你陪伴，你觉得他粘人，然后你每天例行公事的给他报告你在干嘛，我在吃了什么，那你觉得这种陪伴是什么？这是假性陪伴。他要的是你每天例行公事的汇报吗？他要的是你发自真心的能够感受他的感受。他打雷害怕了，你给他一些关心的话。他要的不是你那个时候对他说教，他要的可能就是一个拥抱。你如果一直觉得没有带家人做过的事情就不应该去带女朋友做，那我觉得你就不要谈恋爱嘛。就像你坚持了你大学那个时期，既然选择了，你就应该把你自己也走出来，放下评判，在意对方的感受。人和人都是不同的，但最后2个人能走下去，我们价值观、3观可以不同，但是我接受你的价值观，我不对你的价值观做评判。可怕就可怕在你对别人的价值观做评判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沙大老师。小伙子，我给你提供一个好的案例吧。你们很多的矛盾场景是在吃饭上面。我主持了10多年的美食节目，我们复原过满汉全席，我在全世界各地吃过最好的米其林3星的餐厅。但你知道我最向往的一顿饭是什么？是小的时候我们家的一顿年夜饭。那时候我妈没有工作，我爸呢又没有回到家里来，没有工资，唯一的那点布，我跟我姐一人扯了一个马褂，这就是我们新年的新衣服。我们家就一袋土豆，我妈怎么样来做这么一顿看似穷困潦倒的一顿饭？可以说，土豆嘛，我妈先把这个土豆丝儿炝拌了，酸甜口的，开个胃，马上啪啪啪啪啪把土豆切成条，过油炸。这是我小时候吃过的薯条。家里面唯一的一块五花肉，煸了锅，土豆用刀别成块，进锅里面煮，土豆加肉的一碗汤。这个好像也不是一顿多么豪华的饭，但是我现在花再多的钱，我去再好的餐厅，我吃不出这种感觉来。这叫仪式感。最重要的是他用心了，所以千万不要再用你的抠门，然后呢把它嫁接一个节约的这么一个帽子。节约不能为你的这个生活方式背黑锅。我希望你能够受到这个启迪，做一些改变。实际上我觉得他身上的一些特质还是挺好的，生活可以更好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韩老师。女生看上这男孩什么？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挺上进的。没错，他是一个好男人，但他不一定是一个好恋人。真正的恋人在一起，一定是一个舒服、开心、放松的氛围。你有吗？我从始至终感受到都是压抑。你被谁压抑？你被他的意识，被他的生活方式，被他的价值观压抑。恋爱是要谈的，对不对？谈恋爱嘛，你们哪有时间去谈呀？你们整个的时间被他的工作压缩没了，而空间呢，又不制造跟你在一起的那些机会。谈情，他得领你的情吧？领过吗？
安排一次生日的火锅，没有了；送的球鞋不穿。你想去了解他，他不让。你不要去我那直播间，我就在背后，你没有什么你需要了解的。你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啊，你们谈什么呢？没有谈。可以说他一定程度上很自我，因为他情绪是为自己的经历或自己的现状以及自己的目标所包围。可惜这个目标里头没有看到你。他不错，积极、专注，但是与你何关啊？你身在其中，你试图想改造一个好男人变成你的好爱人，可惜是失败的。他真的给不了你想要的陪伴啊、关注啊、在乎啊，没有。所以说我的建议很简单，可以做朋友，但恋人一定是不行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小兄弟，最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彼此尊重了对方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因为相爱走在一起，但是我们彼此尊重双方的生活方式。什么叫尊重？谢谢你给我买的球鞋，我穿，我跟我所有的朋友说，看我女朋友多棒给我买的球鞋。我送不了你球鞋，我给你做点什么，我给你。你不会吗？你不懂吗？你不明白吗？我觉得老师们说的，你把你自己包在了那个所谓生长环境那里面，你自己有点瞧不起自己。我再说白了，恋爱了，他不在乎你这些，他喜欢你啊。那情侣衫怎么可以退啊？大大方方的穿在身上，跟全世界说这是我女朋友给买的。那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跟女朋友说，你看我陪你吃这顿饭，我妹都没吃过，下次有时间咱多挣点钱，我请我妹吃个海底捞，你作陪行不行？只要努力上进，其实财富好办。人害怕失去的是人情，咱没了人情，什么都没了。琢磨琢磨啊，希望给你们启发和启示。剩下的时间当然是给你们了，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分。听了四位导师以及主持人的一番话，我觉得我在这一段关系当中，因为家庭影响到我很多的对你的一些想法。然后我可能在工作方面，我可能就是说什么我都会说，可是我在感情的话，我真的没有什么经验，很多的话我说不出来。在感情这块我没有什么经验，就是我希望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改，以后我不会把自己太多的想法和观念强加在你的身上，我也会试着站在你的角度去理解。所以我希望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相信我一次。女生，你的男朋友就是这么一个男朋友，你自己考虑还要不要跟他谈。人不坏，就是他的这个经历就是这样的，你自己考虑好，真心动就跟他谈一场你们俩都能接受的恋爱，好吧？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下载京云 APP 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。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京云 APP、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。那个。特师吧，有点，我的确就是有很多时候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。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希望能够尽到一个男朋友的责任。最后说一句我常在这个节目里说的话，这个结局是此时此景此刻女生内心的感受。是的。如果真的还爱他，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妨再努力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挽回。如果觉得不愿意挽回了，下一次再开始一段爱情的时候，记住老师们今天说的话。谢谢你哈，感谢各位老师。谢谢，请回。